好，我们今天来解 LeetCode 的问题。第1376，所谓的 time needed to inform all employees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 tree 的问题就一个树树的话，它当然是图论当中一个很特别的，而且它是没有当中是没有 cycle 的那基本上它的 age 也是我们讲就从树根树根开始到叶子叶节点，所以它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你整个的一个解法，大概就是去算它的路径的上面的资讯的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不困难。好，各位好，到了周末了，我们来解那个 LeetCode 当周末的题目。这是周六的问题，第1376，所谓要通知所有员工的所需要的时间time needed to inform all employees 这样的一个问题。基本上呢，它是一个应该来讲，应该是一个树状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如果你把整个题目看懂，它解法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基本上用所谓的深度优先所谓的 DFS 的一个演算大概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重点呢是你要看懂题意。好，那我们就先切到我们的简报。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个 LeetCode 的网站，它这个题目题目叙述漏等很长，要花点精神去了解。那实际上来讲解题并不困难，但了解题意可能稍微比较困难一点如果说你在语文上比较有理解上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稍微把它翻译一下这个翻译也很简单。那基本上它是一个公司的员工结构每个员工都有一个 ID 它告诉你就是从0到n-1，所以这边当然很清楚，我们会要处理的话，当然可能会跟所谓的阵列是有关联的。那员工的负责人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index 所谓的 head ID。那他这边有所谓的 manager manager 基本上，因为我们如果是对应到我们的tree 的话，基本上就是每个员工他所对应到的 parent not 所谓的副节点那基本上 manager 在head ID 的话，它当然是没有副节点所以在这边的话，它的值在特别那一点的话，我们就设为负1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树状的一个结构。那它有一个所谓的紧急通报的一个系统当然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所谓的一个时间那这是由 I 去通知他的直接的下属所以他直接通知他的一个children的所需要的时间需要这么多的分钟的时间。那所以请你去返回这个紧急消息所需要的时间当然我们通知的话，当然一次就通知了一次就通知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要大概怎么去解那
基本上呢，我们知道它的一些资讯哈。那这边他会告诉你，假设我们这个机构有11个员工，那他的 head ID 是在4啊，所以这边是0到10啊，所以所有的节点的代码。那这边的话，它有给 manager 的一个阵列啊 ，inform time 的阵列，这2个阵列。那其实从这个 manager 这个阵列，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它的一个树状结构。那加上 inform time 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些资讯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放在所谓的 edge 的上面啊，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它画出一个树状结构。简单来讲，那所以这里你的通知的时间啊，从我们举例来说，所以第4个这边来讲就是第4个 ID 嘛，哈，第4，所以它上面没有了啊，它就是老板啊，所以它是在所谓的 root 的地方。好，那它通知属下的时间是686啊，所以就放在这边。那我们所有要通知完，当然是整个树状结构啊都通知。那这边比较重要部分是在当你节点是9的地方的通知下面 children 的时间是309，这边 age 我们都摆309，那它有3个直接的属下。分别你可以从这里 manager 的一个情况啊，比方说在这边的话，1的上司是直属的经理是9，还有这个是6的直属的经理也是9，还有8的直属的经理也是9。好，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大概可以读出来它一个资讯。那么然后呢，你去计算它的所需要的时间。实际上来讲呢，这边呢，我们当然就是将这些把它加起来，那蛮直观的。然后它其实会有3个路径要去计算，一个是这边的路径，另外一个是这里的路径。还有另外一个是这边的一个情形，所以有3条路径要去计算它一个时间。那最大的值就是它的计算时间嘛。那你通知当然是同时通知嘛。好，那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将它的一个计算过程呢，它的整个路径的情况呢，我们将它透过程式的方式将它显示出来。好，所以这边我们特别可以看啊，所以这边从这里从4一直到7的部分，好，那所以这条的路径它需要的时间是1798。好，另外它在9的地方又把它岔开来。这边所以是到6到2，所以它需要的时间是2560。另外一条路径也是从9的地方岔开，所以到8到5到0，所需要的时间是2016。好。那这里面最大的值当然是2560啊，所以你的答案当然是2560啊，这没有问题。它并不是计算那个树高最深的那个节点那个核啊，而是你最大的。好，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下。
程式的撰写其实也非常的容易啊，所以我们原则上大概就几个步骤就完成了。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你要将它所谓的 adjacent list 把它造出来啊。其实原则上主要是透过 manager 的这个阵列的资讯打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当然在manager 它的值i 的 manager 的值如果是-1的话，当然就是它是 root ID 嘛，那当然排除掉嘛。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这个 S 这个 manager 呢，它的直属员工啊是 I 啊，每个都把它加进来。好，那所需要的时间啊，透过我们的 DFS 的演算啊，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就可以将它的每次我们去更新它的 time needed 的一个时间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最后的一个所需要通知时间的一个值。好，啊，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在这边去number of minutes 这个方法呢，我们再去呼叫我们的 adjacent list 的一个建造，然后再透过DFS 的演算将它的一个我们所需要的 time-net 的这个值呢，将它算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并不困难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程式真正执行一个状况。好，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程式的状况。好，那我们这边这个版本是有加上它的过程的。那我们当中我们看有一些test case 我们当然也加上我们这里另外一个附在我们的submit code 的说明的部分solutions 这一个部分。好，这里我们就让它执行一下。那原则上当然都不会有问题的第一个 case 当然很简单，当然是你只有一个员工，就是个人公司所以它当然都没有问题，通知当然不需要时间，就是0。第二个的话，第二个 case 它有6个员工，那它的 head ID 是在2那它这个组织也很扁平它就其他的员工都是他的直属的属下所以当然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当然它的 output 当然就是1因为这边设定是为1所以就是1。好，那我们这个第三个加上的 case 它稍微比较多一点所以它的这边会有考虑它的计算的不同的计算的路径当中那个值最大的是9132它的一个情形大概是这样的。好，那有关于这边的我们的 solutions 的地方，除了我们的 submit code 之外，也加上的附带的一些英文注解的一些说明这方便需要的人去学习。那这个相关的我们要去探寻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的计算资讯我们当然就将这边的 DFS 的部分呢，我们将它取代就可以了。那我们当然也看一下我们在我们自己本机端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让它 compile 跟 run所以这个
case，我们刚刚在简报的地方也有去做过讨论，好，所以我们大概就先到这边吧，好。